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暑假刚开始，我就迫不及待地约闺蜜小雅去市中心新开的那家网红餐厅。听说他们家的招牌菜特别棒，还有现场调制的饮品。小雅兴奋地说着，我在小红书上看到好多人推荐，餐厅装修确实很有格调，暖黄色的灯光，复古的装饰，连服务员的制服都很精致。我们被安排在靠窗的位置，正好可以看到外面的夜景。点完餐后，我们聊着天等上菜，大概过了40分钟，我有点饿了，就叫来服务员问问情况。你好，请问我们点的菜什么时候能上？服务员是个年轻的小姑娘，看起来有些紧张。不好意思，厨房那边可能有点忙，您再等等。又等了20分钟，隔壁桌比我们晚来的客人都已经在用餐了，我们的菜还是没影。这时候，一个穿着经理制服的中年女人走了过来，她叫王丽华，胸前的工牌写得很清楚。有什么问题吗？王丽华的语气很冷淡。我们已经等了1个小时了，能不能帮忙催一下？我尽量保持礼貌。王丽华上下打量了我们一眼，撇了撇嘴，小姑娘，你们点的是我们店里最贵的套餐，厨师要精心制作，等一等很正常。可是后来的客人都已经吃上了。小雅忍不住说道，那是因为人家点的菜简单。王丽华的态度更加不耐烦了。再说，看你们这个年纪，真的能付得起这个钱吗？我愣了一下，没想到他会这么说。怎么，我们的钱有问题？王丽华冷笑一声，现在的小女孩啊，为了拍照发朋友圈，什么都敢点。等一会儿结账的时候说没带够钱，我们见多了。这话说得太过分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压制住心中的怒火。我们既然敢点，就付得起钱，请你不要对客人有这种偏见。偏见？王丽华的声音提高了，我这是根据经验判断，你们看看自己的穿着，再看看这里的消费水平，心里没点数吗？我低头看了看自己，今天穿的是简单的白色 T 恤和牛仔裤，确实比较休闲，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消费不起。小雅气的脸都红了，你凭什么这样说我们？王丽华叉着腰，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。我管理这个餐厅3年了，什么样的客人没见过？你们这种学生10有8九都是来装的。那你倒是把菜上来啊！我也有些控制不住情绪了。这时，从后厨走出来一个和王丽华长得很像的女人，应该是她的亲戚。她径直走向我们这桌。怎么了姐？又有人闹事？王丽华指着我们说，这2个小丫头等不及了，在这里发脾气。那个女人叫赵芳芳，她斜着眼看我们，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没耐心，吃不起就别来高档餐厅。谁说我们吃不起？我站起身来。赵芳芳嗤笑道，别装了，一看就是学生，哪来那么多钱？肯定是想拍几张照片发网上装有钱。周围的客人都开始往我们这边看，我感到脸上火辣辣的。王丽华看到有人围观，更加得意了。小妹妹，要不你们还是换个地方吧，我们这里确实不太适合学生消费，凭什么让我们走？我们是正常消费。小雅也站了起来。正常消费？赵芳芳冷笑，那你们倒是拿出钱来看看啊！我被彻底激怒了，掏出钱包，把里面的现金全部拿出来拍在桌上。够不够？看到桌上厚厚一沓钱，王丽华和赵芳芳都愣了一下，但王丽华很快又恢复了刚才的嘴脸。哟，还真有钱啊！不过现在这个时代，谁知道这钱是哪来的呢？这话说得太恶毒了，我气得手都在发抖。
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觉得奇怪，一个学生怎么会有这么多现金？王丽华阴阳怪气地说。赵芳芳也在旁边添油加醋。是啊，现在的小女孩挣钱的路子可多了，他们这是在暗示什么？我当然听得出来，整个餐厅的客人都在看我们，窃窃私语声越来越大。我觉得自己像是被围观的动物，既愤怒又屈辱。小雅拉住我的手，倩倩，我们走吧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。但我不想就这么算了，凭什么他们可以随意羞辱客人？我要投诉你们！王丽华一脸无所谓，随便啊，反正我们也没做错什么，是你们自己要在这里闹事的。就在这时，餐厅的老板从楼上走了下来，看到老板下来，王丽华立刻换了副嘴脸，快步迎了上去。张总，有点小问题，我正在处理。老板张明轩看起来40岁左右，穿着得体，一看就是成功人士。他走到我们桌前，扫了一眼现场的情况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抢在王丽华前面开口，我们在这里等餐1个多小时，询问情况时被你们的经理各种羞辱，说我们吃不起，还暗示我们的钱来路不正。张明轩皱了皱眉，看向王丽华，是这样吗？王丽华连忙解释，张总，这2个小姑娘点了最贵的套餐，我只是善意提醒他们考虑一下消费能力，没想到他们这么激动。善意提醒？小雅气得直发抖。你哪句话是善意提醒？张明轩摆摆手，都冷静一下。这样吧，今天的餐费我们免单，就当给2位小姐赔个不是。我摇摇头，我不需要免单，我只需要一个道歉。王丽华一听就不乐意了，道歉？我哪里做错了？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。实话实说？我冷笑，你的实话就是羞辱客人吗？赵芳芳在旁边煽风点火，现在的学生真是玻璃心，说几句就受不了了。张明轩有些为难，要不这样，王经理，你们先回去工作，我来处理这个问题。王丽华很不情愿地走开了，但赵芳芳还站在那里，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样子。2位小姐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代表餐厅向你们道歉。张明轩的态度还算诚恳，我需要的不是你的道歉，是他们的道歉。我指向王丽华的方向。张明轩有些为难，王经理在我们这里工作3年了，平时还是很负责的，可能今天是个误会。误会？小雅激动地说，什么误会能让他说出那些话？这时赵芳芳突然冷笑一声，还真是会演戏啊，现在就知道装可怜了。我转头看他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你们会演戏啊。赵芳芳一脸得意，刚才不是很能耐吗？现在怎么装起弱者了？张明轩连忙制止，芳芳，你别说了。但赵芳芳根本不听，哥，你别被他们骗了，这种小女孩最会装了，明明是来消费不起，还要打肿脸充胖子，被说穿了就开始哭闹。我彻底被激怒了，你再说一遍试试。说就说，怎么了？赵芳芳梗着脖子，你们学生就是这样，虚荣心强，还爱面子，明明家里条件一般，非要来这种地方装有钱人。谁告诉你我们家里条件一般的？还用谁告诉？看你们的穿着打扮就知道了。赵芳芳一脸鄙夷，这一身加起来也就几百块钱吧。小雅忍不住了，你懂什么叫低调吗？低调？赵芳芳哈哈大笑，穷还说得这么好听，真是笑死我了。周围的客人都在看我们，有些人开始议论纷纷。这2个女孩看着确实像学生，
现在的学生虚荣心都很强，餐厅的服务态度确实有问题。张明轩急得满头大汗。芳芳，你快别说了。但赵芳芳完全停不下来。哥，你就是太心软了，这种人就是欺软怕硬，你越客气，他们越得寸进尺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控制住情绪。你凭什么觉得我们消费不起？就因为我们年轻，就因为我们穿的休闲。对呀，就是因为这个。赵芳芳理直气壮地说，有钱人谁会穿成你们这样？那我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有钱人。我掏出手机，拨通了爸爸的电话。爸，我在外面吃饭，遇到点问题，你能过来一下吗？电话那头传来爸爸关切的声音。怎么了？有人欺负你？在市中心的云锦餐厅，我马上过来。挂断电话后，我看着赵芳芳，等着吧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什么叫有钱人了。赵芳芳不屑地笑了，装什么装？叫家长来也改变不了你们是穷学生的事实。张明轩已经开始担心了。芳芳，你真的别再说了。哥，你怕什么？我们又没做错。赵芳芳依然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但我知道她马上就笑不出来了。爸爸比我想象中来得更快，大概20分钟后，他就出现在餐厅门口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他不是一个人来的，身后还跟着2个穿西装的男人，一看就是他的助理或者律师。倩倩，怎么回事？爸爸快步走向我们，我简单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。爸爸的脸色越来越难看。赵芳芳看到爸爸的阵仗，明显有些慌了，但嘴上还是不服气。就算家长来了又怎么样？你们确实就是。你是什么人？爸爸冷冷地看着他。张明轩连忙介绍，这位先生，这是我妹妹。刚才可能说话有些不妥，爸爸没理张明轩，直接看向王丽华，你就是这里的经理。王丽华这时候也意识到事情不对了，连忙点头，是的，我是王丽华，我女儿在你们这里消费，你们就是这样对待客人的。爸爸的声音很平静，但我知道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这可能是个误会。王丽华开始心虚了。误会？爸爸冷笑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羞辱我女儿，这也叫误会？这时，跟着爸爸来的其中一个男人开口了：方先生，需要我们处理吗？听到方先生这个称呼，张明轩的脸色瞬间变了。在我们这个城市，姓方的有钱人并不多，能被人这样毕恭毕敬的称呼的就更少了。张明轩试探性地问：请问您是方正集团的方先生？爸爸淡淡地点了点头。张明轩的脸瞬间白了。方正集团在我们市里算是响当当的大企业，爸爸更是商界知名人士。方先生，真的很抱歉，这都是误会。张明轩连忙道歉。赵芳芳这时候才意识到自己惹了大麻烦，脸色惨白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王丽华更是吓得腿都软了，连忙鞠躬道歉：对不起，方先生，都是我的错，现在知道错了。爸爸的语气依然很冷。刚才不是很能说吗？现在怎么不说话了？张明轩擦着汗：方先生，这件事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一定严肃处理。怎么处理？爸爸问。张明轩看了看王丽华和赵芳芳，咬咬牙说：我会辞退他们，并且向令千金正式道歉。赵芳芳一听要被辞退，立刻慌了：哥，不能这样，你闭嘴！张明轩怒吼道：都是你惹的祸！王丽华也开始求情：张总，求你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在这里工作3年了，真的知道错了。但张明轩已经下定决心：方先生，我现在就辞退他们。爸爸摆摆手：
这是你们内部的事情，我不管。但是我需要一个说法。您说，您说。张明轩连连点头。第一，他们必须向我女儿道歉。第二，我要看到你们的诚意。张明轩立刻让王丽华和赵芳芳给我道歉。两人虽然不情愿，但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低头。对不起，是我们说话不当。王丽华的声音很小，赵芳芳更是委屈得快哭了。对不起，我不该那样说话，但我并不打算就这么算了。道歉，我接受了，但是这件事不能就这样结束。我看着张明轩，他们刚才的话已经严重损害了我的名誉，我要求公开道歉。张明轩一听，立刻点头同意。没问题，我们会在官方微博上公开道歉。爸爸对身边的助理说了几句话，助理立刻开始录像。现在让他们把刚才说的话重新说一遍，然后公开道歉。爸爸说，王丽华和赵芳芳面如死灰，但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。这时，餐厅里的其他客人都在围观，有人开始拍照录像。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已经完全超出了他们的预料，特别是赵芳芳。刚才还在嘲笑我们是穷学生，现在却发现自己招惹的是大企业老总的女儿。这种反转让他的脸比番茄还红。现在知道什么叫有钱人了吗？我冷冷地看着他，赵芳芳羞愧的都不敢抬头看我。但事情还没有结束，正当我以为事情就要这样解决的时候，赵芳芳突然抬起头，眼中闪过一丝恶毒的光芒。就算你爸爸有钱又怎么样，还不是靠家里。他咬牙切齿地说，离了你爸爸，你什么都不是。这话一出，整个餐厅都安静了。爸爸的脸色瞬间变得更加难看，身边的助理都紧张起来，张明轩更是吓得魂飞魄散。芳芳，你疯了吗？但赵芳芳仿佛破罐子破摔了。我就是要说，现在的富二代都是这样，仗着家里有钱就以为自己多了不起。你说够了吗？我彻底被激怒了。没有，我还要说。赵芳芳声音越来越大，你们这些有钱人根本不知道普通人的辛苦，张口就是几千几万的消费，一点都不心疼。周围的客人开始议论纷纷，有些人似乎对赵芳芳的话产生了共鸣。确实，富二代花钱确实不心疼，不过这个女孩也没做错什么。那个服务员说话确实过分了，看到有人支持自己，赵芳芳更加得意了。看到了吗？大家都知道你们有钱人是什么德性。这时，王丽华也不知道是不是被赵芳芳感染了，居然也开始附和。是啊，我们这些打工的，每天累死累活，一个月也就几千块钱。你们随便一顿饭就是我们一个月的工资，所以你们就有理由羞辱客人了。小雅愤怒地说，我们没有羞辱，我们只是说了实话。王丽华梗着脖子说，有钱了不起啊？爸爸冷冷地看着他们，你们觉得有钱不了不起？对，有钱不了不起。赵芳芳大声说道，钱不是万能的。好，那我让你们见识一下钱的威力。爸爸拿出手机，拨通了一个号码。喂，李局长吗？我是方正。对，我想投诉一家餐厅，云锦餐厅，有服务质量问题。听到爸爸在打电话投诉，张明轩急得快哭了。方先生，有话好商量，别这样。但爸爸没理他，继续打电话。还有，麻烦你们查查这家餐厅的食品安全和营业资质。对，谢谢了。挂断电话后，爸爸又拨通了另一个号码。王主编吗？我这里有个新闻线索，关于餐厅歧视客人的。对，云锦餐厅。张明轩彻底慌了。
方先生，求求您别这样，我们餐厅刚开业不久，经不起这样折腾，早干什么去了？爸爸冷笑，现在知道怕了。赵芳芳这时候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开始害怕了。我刚才是气话，不是故意的。气话？我冷笑，那我也想说几句气话。我走到赵芳芳面前，你不是说钱不是万能的吗？那你知道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吗？你想干什么？赵芳芳有些害怕。我想让你知道得罪有钱人的后果。我转头对爸爸说，爸，我记得这栋楼的业主是咱们的朋友吧？爸爸点点头，是老刘家的产业，那能不能让他们搬走？张明轩一听，腿都软了。不要啊，方先生，我们租了5年的合同，不能违约啊！违约？爸爸冷笑，你们先违约的，没有提供应有的服务。这时，餐厅外面突然来了几个穿制服的人，看样子是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。请问这里是云锦餐厅吗？我们接到投诉，需要检查一下。张明轩的脸彻底白了，王丽华和赵芳芳更是吓得说不出话来。他们终于意识到得罪有钱人的后果有多严重，现在知道钱的威力了吧？我冷冷地看着他们，赵芳芳哭着跪下了，求求你们放过我吧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但已经太晚了。看着跪在地上的赵芳芳，我心中没有丝毫同情。现在知道求饶了，刚才你们羞辱我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会有这样的后果？工作人员开始检查餐厅的各项资质，张明轩忙前忙后的配合着，汗都快流成河了。王丽华站在一旁，脸色惨白，不断的搓着手。他现在彻底明白了，自己惹了一个绝对不能惹的人。方小姐，求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放过我们吧。王丽华哭着说道。放过你们？我冷笑，你们刚才羞辱我的时候，有想过要放过我吗？这时，小雅在旁边小声说，倩倩，要不就算了吧，他们已经够惨的了。我摇摇头，不行，必须让他们付出代价，否则下次还会有其他无辜的客人被他们羞辱。爸爸也点点头，倩倩说得对，这种人不给他们一个深刻的教训，永远不会长记性。这时，检查人员发现了问题，你们的食品安全许可证过期了，而且后厨的卫生条件也不达标。张明轩听到这话，差点昏倒过去。餐厅如果被查出食品安全问题，不仅要面临高额罚款，还可能被强制关停。长官，求求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我们立刻整改。张明轩苦苦哀求，但检查人员很严肃，这是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，必须立即停业整顿。赵芳芳彻底崩溃了，哭得更加厉害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乱说话，求求你们放过我们吧，现在哭有什么用？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刚才你不是很嚣张吗？说什么有钱不了不起？王丽华也跪了下来，方小姐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您高抬贵手。看着他们跪在地上的样子，周围的客人都开始议论，这2个服务员确实太过分了，得罪谁不好，偏要得罪有钱人，现在知道后悔了，早干什么去了。就在这时，又有几个人走进了餐厅，其中一个人我认识，是本地电视台的记者。方先生，您好，我是市电视台的记者小李，听说这里发生了餐厅歧视客人的事件。爸爸点点头，是的，我女儿在这里正常消费，却被他们的员工各种羞辱。记者立刻开始采访，能具体说说是什么情况吗？我把事情的经过详细的讲了一遍，记者全程录像。当听到王丽华和赵芳芳说的那些话时，
记者的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。这确实是严重的服务态度问题，我们会如实报道。记者说。赵芳芳一听要上新闻，更加绝望了。不要播出去啊，求求你们了。但记者没理他，继续采访其他客人，了解事情的经过。张明轩这时候走到爸爸面前，方先生，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，我真的很抱歉，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，但能不能不要让这件事上新闻？为什么不能上新闻？爸爸反问，难道你们做错了事，还不允许别人说？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……张明轩欲言又止，只是什么？我追问。张明轩咬咬牙说，只是餐厅刚开业，如果上了新闻，就真的完了。我投入了所有的积蓄，还贷了款，那你就应该管好你的员工。我毫不同情，他们羞辱我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我当时在楼上处理其他事务，不知道下面发生了什么。张明轩解释道。不知道。小雅冷笑。那个赵芳芳不是你妹妹吗？你不知道她是什么性格？张明轩无话可说。这时，检查人员走了过来。经过检查，这家餐厅存在多项违规行为，现在必须立即停业整顿。说着，他们在餐厅门口贴上了停业整顿的通知。看到这一幕，张明轩彻底绝望了，瘫坐在地上。王丽华和赵芳芳哭得更加厉害。但这还没完，就在这时，爸爸的手机响了，是房东老刘打来的。老方啊，听说你女儿在我的楼里遇到麻烦了。是的，刘哥。爸爸简单说明了情况。这还了得，在我的楼里欺负我兄弟的女儿。我马上过来。不到10分钟，房东刘叔叔就赶到了现场。他是个50多岁的中年人，在当地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。一进门，刘叔叔就直奔张明轩。你就是张明轩？张明轩战战兢兢地点头。刘总，你好。好什么好？刘叔叔怒道，在我的楼里欺负我兄弟的女儿，你们胆子不小啊。刘总，这里面有误会。张明轩还想解释。误会？刘叔叔打断他，我刚才在楼下都听说了，你们的员工是怎么羞辱人家小姑娘的。张明轩低下头，不敢说话。从明天开始，你们搬走。刘叔叔直接下了逐客令。刘总，我们有合同的，不能随意解约啊。张明轩急了。合同？刘叔叔冷笑，你们违约在先，还好意思跟我提合同？我们哪里违约了？张明轩不解。合同上明确规定，租户不得从事有损楼宇形象的活动。你们这种歧视客人的行为，已经严重损害了我们楼宇的声誉。刘叔叔说的头头是道。张明轩这下彻底没话说了。赵芳芳还在地上哭。哥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害了你。王丽华也在一旁抹眼泪，都怪我多嘴。现在好了，大家都要失业了，看着他们的样子，我心中没有丝毫波澜，这就是他们应得的后果。这时，记者采访结束了，准备离开。方先生，这个新闻我们会在今晚的新闻节目中播出。听到要上新闻，张明轩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。一旦上了新闻，他的餐厅就彻底完了，以后在这个行业也很难立足。方先生，求求您了，能不能撤销投诉？我愿意赔偿一切损失。张明轩跪在爸爸面前，爸爸冷冷地看着他，现在知道害怕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会这样对待客人，如果我知道，绝对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。张明轩哭着说，不知道。我冷笑，那个赵芳芳是你妹妹，你不了解她的性格。我平时工作太忙，确实疏于管教，
张明轩承认了，疏于管教就是理由吗？小雅愤怒地说，我们今天要是普通学生，没有强硬的背景，是不是就要被他们羞辱到底？张明轩无法反驳，确实，如果我们只是普通的学生，根本不可能有今天的反转。王丽华和赵芳芳会继续羞辱我们，甚至可能赶我们走。想到这里，我更加坚定了让他们付出代价的决心。这件事不会就这样结束的。我冷冷地说，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方小姐，求求您。王丽华还想求饶，别求了，我打断他，你们刚才那么嚣张，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这时，餐厅里的其他员工也都聚了过来，看着眼前的情况，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们都是无辜的，但因为王丽华和赵芳芳的愚蠢行为，现在都要面临失业。看到这些无辜的员工，我心中有些不忍，但我知道这是必要的代价，只有这样才能让所有人都明白，歧视和羞辱客人是绝对不被允许的。就在这时，餐厅外面又来了一群人，原来是其他媒体的记者也赶到了现场。消息传播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快，这件事已经在网上引起了热议。方小姐，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吗？一个女记者走了过来，我点点头，决定把事情彻底说清楚。在镜头前，我详细地描述了整个过程，包括王丽华和赵芳芳说的每一句话。当我说到他们暗示我的钱来路不正时，现场的记者都露出了愤怒的表情。这种行为确实太过分了，女记者说道。采访结束后，记者们又采访了在场的其他客人，大家都证实了我的说法。王丽华和赵芳芳看到这么多记者，已经完全绝望了。他们知道，明天全市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事。现在满意了吗？赵芳芳突然站起来，恶狠狠地瞪着我，你毁了我们所有人，是你们自己毁了自己。我毫不示弱地回应，我只是让你们承担应有的后果。应有的后果？赵芳芳歇斯底里地喊道，不就是说了几句话吗？你至于这样赶尽杀绝？几句话？小雅气得发抖，你们那是人身攻击。这时，张明轩突然站起来，走到我面前，方小姐，我知道是我们错了，但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机会？什么机会？我问。我愿意公开道歉，并且保证以后绝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求您放过我们这一次。张明轩诚恳地说，但我摇了摇头，太晚了，伤害已经造成了。确实，今天的羞辱让我感到非常愤怒和屈辱。如果不是爸爸及时赶到，我们可能要在众人的议论声中灰溜溜地离开。这种感受不是一句道歉就能抹平的。而且，我继续说道，你们今天对我们的态度说明了一个问题，你们骨子里就看不起年轻人，看不起穿着朴素的客人。这种歧视是根深蒂固的，不是道歉能改变的。张明轩听了我的话，脸色更加难看，因为我说的是事实。如果今天来的是衣着光鲜的中年人，王丽华和赵芳芳绝对不敢这样说话。方小姐说得对，刘叔叔也开口了，这种歧视客人的行为，在我的楼里是绝对不被允许的。说完，他转向张明轩，明天你们就搬走，我不会再续租给你们。张明轩彻底绝望了，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，求求您们了，给我一个机会。我上有老下有小，如果餐厅关了，我就真的完了。看着他的样子，我心中也有些不忍，但我知道不能心软。你上有老下有小，那些被你们羞辱的客人就不是人了吗？我冷冷地说，如果今天来的是普通学生，
你们是不是就可以肆意羞辱？张明轩无话可说。这时，爸爸走到我身边，倩倩，事情也差不多了，我们走吧。我点点头，确实该走了。但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，赵芳芳突然冲了过来，想要抓住我。都是你害的！她疯了一样的喊道。幸好爸爸的助理及时挡住了她，否则她可能真的会对我动手。你还想干什么？爸爸怒道。我要和他同归于尽！赵芳芳歇斯底里地喊道。大不了鱼死网破。看着他疯癫的样子，我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做法。这种人如果不给他一个深刻的教训，谁知道他以后还会做出什么事情来。保安！刘叔叔喊道。很快，几个保安赶了过来，将赵芳芳控制住，带她离开这里。以后不许她再进这栋楼。刘叔叔命令道。赵芳芳被拖走的时候，还在不停地诅咒我们。看着这一幕，我心中没有丝毫愧疚，只有解气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刚起床就看到爸爸在客厅里看新闻，电视里正在播放昨天发生的事情，标题是高档餐厅员工歧视客人事件。新闻详细报道了整个过程，包括王丽华和赵芳芳说的那些话，以及餐厅被查出的食品安全问题，看起来影响挺大的。爸爸说道。确实，我的手机从早上开始就没停过，都是同学朋友发来的消息。有些人支持我们的做法，认为这种歧视行为就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。但也有些人觉得我们做得太过分了，毕竟对方只是说了几句话而已。对于这些不同的声音，我并不在意，我知道自己做的是对的。中午的时候，小雅打电话给我。倩倩，你看微博了吗？这件事上热搜了。我打开微博一看，果然井号餐厅员工歧视客人井号的话题已经冲到了热搜前3，评论区里讨论得很激烈，支持这个女孩，这种歧视行为就应该零容忍，确实过分，凭什么因为年轻就被看不起？不过这个女孩的反击是不是太狠了？人家餐厅都要关门了，楼上的圣母病又犯了，他们活该。看着这些评论，我心情有些复杂。下午的时候，张明轩突然打电话给我，声音里带着哭腔。方小姐，求求您帮帮我们吧，餐厅已经被彻底封了，我们真的走投无路了，这不是我能决定的。我冷淡地回应，你们违反了食品安全法，这是法律问题，我知道，但是网上的舆论压力太大了，我们现在连家都不敢回。张明轩哭着说，确实，网上的讨论越来越激烈，已经有人把张明轩的个人信息挖了出来。不仅如此，王丽华和赵芳芳的照片也被传得到处都是，他们现在已经成了网络红人，只不过是负面的，这些都是你们自己造成的。我说道，当初羞辱我们的时候，你们有考虑过后果吗？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您原谅我们吧。张明轩不停地道歉，但我已经决定不再理会这件事，该做的我都做了，剩下的就让法律和舆论去处理吧。晚上，爸爸告诉我一个消息，云锦餐厅的营业执照被吊销了，张明轩可能还要面临刑事责任。刑事责任？我有些惊讶。食品安全问题，如果情节严重的话，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。爸爸解释道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心中有些复杂的感受。虽然我对王丽华和赵芳芳的行为非常愤怒，但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。你在想什么？爸爸看出了我的心思。我在想，是不是做得太过了？我坦白地说。爸爸摇摇头，你没有做错任何事，他们的行为就应该受到惩罚，
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歧视是不被容忍的。可是张明轩看起来也不是坏人，他只是管理不善。我说道，管理不善也是责任。爸爸严肃地说，作为老板，他有义务确保员工不会歧视客人，既然他做不到，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。我点点头，爸爸说的有道理。如果每个被歧视的人都选择忍气吞声，那这种行为就永远不会得到改变。只有让歧视者付出足够的代价，才能真正起到震慑作用。想到这里，我心中的愧疚感消失了。我做的是对的，不仅是为了自己，也是为了所有可能遭受歧视的人。1周后，这件事的后续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。王丽华因为承受不了网络暴力，患上了抑郁症，住进了医院。赵芳芳更是直接失踪了，据说是离开了这个城市。而张明轩因为食品安全问题，不仅要面临高额罚款，还可能要坐牢。看到这些消息，我心中五味杂陈。虽然他们的遭遇是自己造成的，但看到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，我还是有些不忍。你又在想那件事？小雅看出了我的心思，感觉事情有点超出预期了。我坦白地说，倩倩，你别多想了。小雅安慰我，他们当初羞辱你的时候，可没有考虑过你的感受。确实，当时王丽华和赵芳芳说那些话的时候，完全没有考虑过会对我造成什么伤害。现在他们承受的一切都是自己行为的后果。这时候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你好，请问是方倩小姐吗？是的，您是？我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，受张明轩先生委托，想和您谈谈关于和解的事情。我愣了一下，没想到张明轩还要找律师和解。我疑惑地问，是的，张先生希望能够私下和解，他愿意支付一定的赔偿金，希望您能够撤销投诉。律师说道。我冷笑一声，现在知道要和解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方小姐，我知道您很愤怒，但张先生确实已经付出了足够的代价，他的餐厅关闭了，事业也毁了，现在还要面临刑事责任。律师试图说服我，那又怎么样？这些都是他应该承担的。我毫不松口。方小姐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张先生已经知道错了，您何必赶尽杀绝呢？律师的语气有些不悦。听到这话，我更加愤怒了。赶尽杀绝，是他们先对我赶尽杀绝的。方小姐，您这样做确实有些过分了。律师直接说道。过分？我气得发抖。他们羞辱我的时候怎么不说过分？现在轮到他们承担后果了，就说我过分。但您毕竟是有钱人，和他们计较这些小事，确实有失身份。律师继续说道。听到这话，我彻底怒了。什么叫小事？歧视和羞辱就是小事。方小姐，您冷静一点。律师还想说什么？我很冷静。我打断他，你告诉张明轩，别想着和解，让他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。说完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小雅在旁边都看愣了，这个律师怎么回事？居然还责怪你？就是这种人多了，所以歧视才会屡禁不止。我愤愤地说，他们总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，要求受害者原谅施害者。确实，这种现象在社会上很常见。当弱者反击成功后，总会有人跳出来指责他们做得过分，要求他们宽容大度。但为什么受害者就必须要宽容？为什么施害者犯错了，反而要求受害者原谅？这种逻辑本身就是错误的。想到这里，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立场。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都不会妥协。
张明轩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，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明白，歧视是绝对不被容忍的。半个月后，张明轩的案子开庭了。作为证人，我和小雅都出席了法庭。法庭上，张明轩看起来憔悴了很多，完全没有了当初餐厅老板的样子。他的律师为他做了无罪辩护，声称食品安全问题是无意的，而且没有造成实际伤害。但检察官出示的证据很充分，不仅有食品安全检查的报告，还有我们录制的视频证据。最关键的是，检察官还调出了餐厅的监控录像，清楚地记录了王丽华和赵芳芳羞辱我们的全过程。看到这些录像，法庭上的所有人都能清楚地看到他们当时的嘴脸。现在被告人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法官问道。张明轩站了起来，声音颤抖地说：法官大人，我承认我管理不善，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，只求能够从轻处理。法官点点头，然后看向我，受害人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我站起来，清楚地说道：我希望法律能够给出公正的判决，这不仅仅是为了我个人，更是为了所有可能遭受歧视的人。只有让歧视者付出足够的代价，才能真正杜绝这种行为。法官听了我的话，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经过1天的审理，法院当庭宣布了判决结果。张明轩因为食品安全违法行为，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，缓刑1年，并处罚金10万元。同时，王丽华和赵芳芳也因为侮辱他人，被判处拘役15天。听到判决结果，张明轩瘫坐在椅子上，彻底绝望了。虽然是缓刑，但这个判决已经让他的人生彻底改变了。走出法庭的时候，张明轩追了上来：方小姐，你满意了吗？我转过身看着他，这不是我满意不满意的问题，这是法律的判决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为什么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？张明轩哭着说。机会？我冷笑，当初你们羞辱我的时候，给过我机会吗？可是我们已经付出了足够的代价。张明轩还想说什么？足够？我打断他，你们觉得足够了，但法律觉得不够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开了法院。这件事到此算是彻底结束了。虽然过程有些波折，但结果是令人满意的。王丽华、赵芳芳和张明轩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这不仅是为我讨回了公道，也给所有人上了一课：歧视和羞辱他人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不管你是什么身份、什么地位，都不能随意践踏他人的尊严。这就是这个社会应有的秩序。可是后来的客人都已经吃上了。小雅忍不住说道：这因谢谢爸爸支持我。我感激地说：这不是支持不支持的问题，这是原则问题。爸爸严肃地说：尊严是不能被践踏的，这个道理必须要让所有人明白。我点点头，通过这件事，我也学到了很多。有时候，退让和忍耐并不能解决问题，只有勇敢地站出来反击，才能真正维护自己的权益。当然，反击也要用正当的手段，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，这样才能真正有效。从此以后，我相信再也不会有餐厅敢随意歧视客人了，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的代价是巨大的。这就是我想要的结果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